近日，乌军无人机部队在对俄作战时再获重大战果，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成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袭击，引发了巨大爆炸和火灾，机体上空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和照片也显示，当时恩格斯基地附近是火光冲天，爆炸冲击波甚至震碎了附近居民楼的窗户。那么乌军究竟为什么要发动这次袭击？这又反映出什么动向？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其实这次恩格斯基地遇袭事件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原因还是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恩格斯基地本身的特殊性，其二是乌军无人机部队的攻击能力又上了新台阶。首先，恩格斯空军基地是俄罗斯战略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撑，常态化部署着图160与图95战略轰炸机机队。图160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变后掠翼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是俄军突防能力最强和远程打击能力最佳的空中打击利器。最大航程可达 1.6 万公里，能携带多种核弹头和常规弹药。图95则是一款经典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其以高亚音速飞行和长续航能力著称，最大航程超过 1.5 万公里。这两款轰炸机是俄罗斯空击核威慑的核心力量，因此恩格斯空军基地在俄乌冲突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该基地的战略轰炸机机队是俄军对乌境内关键设施实施空袭的重要力量，并且就在之前，俄军也通过该基地多次派出军机参与对乌军事行动，并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的能源设施。正因如此，乌军无人机部队不可能忽视恩格斯基地。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行动反馈，乌军无人机部队已经在这次袭击中摧毁了包括 KH-10巡航导弹在内的多枚俄军导弹，并引发了弹药的二次爆炸。因此不难看出，乌军无人机部队就是冲着基地弹药库去的。而若是仅仅依靠乌克兰的侦察能力，恐怕很难准确地锁定弹药库的位置，很有可能是西方侦察情报体系在其中提供了关键信息。虽然之前美国川普政府一度切断了对乌军援，但与武器装备相比，西方的情报侦察共享对乌克兰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支持。因为就算美国武器断供，乌克兰一样还有弹药库存，以及来自欧洲方面的支持。但是要是美国彻底退出了西方侦察情报体系，光靠欧洲就会大打折扣。而现如今，美国军援已经恢复，情报侦察体系也在正常运行，这对乌克兰军队而言绝对是利好消息。要知道，恩格斯空军基地距离最远的俄乌交战区还有着600多公里的远的距离，这超出了大部分常规武器的打击射程，因此使用中型大型无人机是更加理想的选择。事实上，早在2022年12月，乌军就曾袭击过恩格斯基地，造成了一部分俄罗斯战机受损。在今年1月8号，乌军再次袭击了该基地，并成功摧毁了基地内的油库。而与2年多前的这次袭击相比，乌军3月份的这次袭击显然更进一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乌军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提升，不论是打击规模还是精准度上都有所提高。我们看俄罗斯国防部的反馈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俄罗斯国防部称，在3月20号的乌军袭击事件中，俄防空系统在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了54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声称所有目标均被拦截，但未对具体损失做出详细回应。而从基地内后来升起的蘑菇云来看，所有无人机被拦截的说法显然存疑，并且已经被拦截到的无人机也有54架，说明乌军投送的总无人机数量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不论从哪个方面去看，这都代表着乌军无人机战力的提升。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卫星地图的话，发生爆炸的区域主要是在恩格斯基地的东侧，这里的确分布着基地弹药库，也就说明即使有俄军轰炸机机队逃脱了这次袭击，基地弹药库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俄轰炸机机队的后续行动受到影响。为了避免轰炸机再次受损，部分战略轰炸机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基地，这将影响俄军后续的作战部署和反应速度。
而如果放到更宏观的角度去看，这次袭击对俄乌和平倡议的前景显然有巨大影响。乌克兰政府或想借此展示军事能力，争取更多国际支持，并表达自身对现有和平方案局限性的不满。俄罗斯后续也很可能会采取措施回应，进一步影响俄乌战局。大兵后续呢，也会继续关注这次袭击事件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而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欧洲与美国对袭击事件的态度必定是各不相同的。恰好一些欧洲国家近期又因为 F-35 可能被美国设置了遥控后门的传言与美国产生了嫌隙，还闹到了五角大楼要出来发声明。这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看。近日呢，美国国防部针对 F-35 战机存在后台遥控终止开关的说法予以否认，强调不存在任何能让 F-35 升空后失去飞行动力的后台系统。F-35 的制造商洛马也在官方声明中驳斥了相关指控，表示所谓的战机自主后勤信息系统和多功能先进数据链仅会用于数据收集和传输。那么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聊外售武器被留后门的这个话题，看看五角大楼为什么要专门出面回应。其实呢，在美国国防部专门回应之前，欧洲国家内部就对 F-35 可能存在的后门产生了部分争议。慕尼黑会议前主席沃夫冈·伊申格尔就对此透露，如果美国真的要在 F-35A 战机上安装所谓的紧急开关，德国或将终止后续的 F-35采购合同。毕竟此前美国在提供给乌克兰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上就曾经安装了远程控制开关，防止乌军不按照美国规定使用海马斯。这无疑让德国等欧洲国家对 F-35 的使用主权问题担忧起来。其实先不用去想后台开关的问题，即使 F-35 上完全没有任何遥控装置，欧洲国家才完成采购后也需要在多个方面寻求美国支持。首先 F-35 在后勤支持方面对美国依赖度较高，其子系统一旦出现故障，往往需要送回美国进行维修。例如隐身涂层维护、部件更换等工序都离不开美国的专业技术和设备。在战机备件供应上，使用国也完全依赖美国，因为 F-35 的零部件具有高度的定制化和专有性，即使是科技比较发达的西欧国家也难以自行生产替代。这种依赖使得使用国在面对紧急情况或者与美国关系降温时，会面临一定的武器后勤保障压力。可以说，一旦美国切断后勤支持，欧洲国家 F-35 机队的作战能力都将大打折扣，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欧洲的使用国国防安全与军事行动的自主性。而在最近传言中呢，怀疑美国在 F-35 战机身上留有后门的主要依据就是战机自身的数据链系统。不论是自主后勤信息系统还是多功能先进数据链，都在 F-35 的任务规划和数据传输中起着关键作用。后勤信息系统负责管理战斗机的零部件工作状态，还能传输包含飞行任务规划和敌方防空系统详细情报的任务数据文件，是 F-35 执行复杂任务的核心。多功能先进数据链系统则实现了 F-35 飞行员与美国军事系统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由于两种系统都可能与美国存在信息往来以及时效性信息的传递，所以有人就开始担心这些系统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美国控制，导致使用国无法绕开其技术支持。一旦美国切断后勤支持或者停止提供任务数据， F-35 的战斗力将迅速下降，或者说即便它没有致命开关，这种数据和后勤的控制也足以让美国对 F-35 的使用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这种担心究竟有没有必要？欧洲又是否该采取一些措施来规避风险呢？我们接下来再一起聊一聊。其实当我们回顾美国的对外军售历史，就不难发现，关于军售武器抵达使用国后仍然被美国留后门的担忧和传言很早就开始了。首先是关于标准2导弹的，据说德国海军曾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发射美制的标准2，但这枚导弹却突然出现了未知的技术故障，未能按预期命中目标。
由于标准2导弹是美国制造，本身性能其实比较先进，而且德国在使用过程中对其技术细节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因此外界就开始怀疑德国的标准2之所以打击精度不理想，可能就是因为美国在导弹系统中设置了某种干扰后门。在关键时刻，美国可以通过这些隐藏的程序干扰导弹的正常运行，以达到其自身的战略目的。也就是说，当某支军队在使用美制武器时，如果这场战斗是美国不想看到的，那么美国或许就能通过远程遥控措施让美制武器从这些冲突中退出。并且无独有偶，相似的美制武器后门论传言也曾在沙特阿拉伯发生过。沙特防空部队先前在使用爱国者系统拦截胡塞武装导弹时，就曾出现诸多技术疑点，部分导弹在发射后未能有效拦截目标，甚至出现了违反物理惯性的飞行轨迹，像是被人在发射后干预了一样。考虑到爱国者系统是由美国提供和维护，而且美国对该系统的技术拥有绝对控制权，就开始有媒体猜测，美国可能是通过后门遥控程序对爱国者进行了操控。美国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限制它的拦截能力，以维持地区军事平衡。虽然上述这些案例都是传言，但依旧让欧洲人心存芥蒂。例如，葡萄牙国防部长诺努梅洛在前不久接受公共报采访时就表示，葡萄牙可能需要从美国之外的渠道购买战机。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也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加拿大正在积极寻求美国战机之外的替代产品，甚至还有像加拿大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辛格这样的激进派人士积极支持放弃采购 F-35。至于在现代军武市场中，那些从外国购买的武器究竟还会不会存在后台遥控开关的风险，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